上节课我们讲了如何切换到编辑模式，然后如何去控制和选择点线面。那么这节课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建模的工具了。我们先按着 Tab 进入编辑界面。Blender 建模工具分成3部分，一部分是这个左边的，然后还有上边的，还有右边这一堆东西，看起来好像有几百个功能等着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慌张？不要慌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哈，因为你恐惧是来自于未知嘛。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就是这左边、上边、右边这一堆工具，其实你真正要学的也就不到30个。那如果我再告诉你，其实你只要跟着我学10个建模操作、5个辅助工具、11个修改器，你基本上建模就可以出师了。看起来26个也不少，对吧？没有关系，咱们这个场景有12个模型，这12个模型其实就是为这26个知识点来设计的。比如说蘑菇有3个常用操作，一个吸附工具，还有2个修改器。螺母呢，主要是为了讲实体化、倒角和布尔修改器。那藤蔓这个案例呢，主要是为了引出来曲线修改器和曲线建模的用法。大家来看这张表，每个模型都对应着一个知识点。最右边呢，你可以看到每个知识点出现的频率，哪个用的多，哪个用的少。你只要跟着我把这12个简单的小模型做完，你不仅可以完成一个场景，你还能学到真正有用的建模技巧。这些呢都是非常常用的工具和必学的知识。本章的副标题叫边玩边学的肌肉记忆。我希望学完这个建模篇，你可以触类旁通，没事可以自己建模型玩了。话不多说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们先从10大建模操作开始。我把这10大建模操作分成了4大6小。4大呢就是挤出、内插、循环切割还有倒角。这4个的使用频率都是非常高的。那6小呢？6小其实用的也不少啊，就是合并、断开、填充、切刀、桥接和分离。其实不管是4大还是6小，这10个你是不学不行的，这是它使用频率的高低而已。好，我们先打开我们的 Blender， 点击这个立方体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在编辑模式的左边呢，你会看到一排新的工具，前面这几个是你比较熟悉的，比如说第一个是选择，对吧？这边有框选跟刷选，还有什么套索，这个上节课讲过了。第二个是游标，也不用讲。第3个是移动呢，你可以拖动这个箭头移动这个物体，或者说你选择一个面，比如说切换到3，选择面也可以移动。快捷键是 G 啊，上堂课也讲过。然后这个是旋转，你可以绕着这个球去旋转。快捷键是 R 啊，这个是缩放，那拿着这个小立方体，然后小方块去旋转，或者你全选 A， 你可以去缩放这一整个立方体。快捷键呢是 S。好，下面这个工具呢，就是3个都有了，你点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旋转、移动、缩放都在这里，这个跟物体模式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标注，你可以在上面写字，然后按着 Ctrl 呢，那它是可以把这些你标注的东西给擦掉的。然后这个我们用的也比较少，这个呢是那个叫啥？测量工具，你可以自己拉看哈，这个其实也不重要。你可以点击这个选择模式，退出这个测量模式。这个用的比较少，这个是新建工具。比如说我拉出来一个这个立方体，或者说我拉出来一个锥体，按照 Shift 它就变成圆形，然后松，然后可以往上提，它就拉出来这个立方体。所以在编辑模式下，它是可以快速的去建模型的，但是它这个比较难控制，所以说我们用的也比较少，你可以看看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选择工具，然后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然后 X 把它 delete 掉。好，我们再新建一个立方体哈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先回到添加立方体，然后下面这几个小按钮呢，它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也就是我们的4大操作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捷键怎么操作，然后再来看一下按钮怎么操作。我们先把这个鼠标回到这个选择工具上，按3切换到面模式，然后选择一个面 ，E 挤出一个面，对 ，E 呢是挤出并移动啊 ，E 你看挤出，然后鼠标往外挪，它就能够挤出一个面，然后 S 把它缩小。挤出还可以用来点模式啊，比如说切换到1，选择点模式，我们选择一个点 E， 然后它可以挤出一条线来，然后 E 再挤出来一条。还有一种更快速的连续挤出的方式呢，叫 Ctrl 加右键，这个快捷键可以连续的不停的挤出新的线出来。你看，好，我们 Ctrl Z 撤销啊。好，我们再 Ctrl 右键挤出一条线出来，然后切换到2线模式，然后选择这根线，然后 E， 你看到没有？线挤出呢就是一个面。3切换到面模式 E。面挤出就是一个体。好，我们 Tab 回到物体模式，把这个删掉 ，X 删除。好，在这边新建一个立方体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，E 呢它是2个动作，一个是挤出，一个是移动。所以说，当你用 E 挤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你不想要了右键撤销的时候，你只撤销了移动这个动作。毕竟你拿着G 去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它其实是2个面重叠了，就是我们切换到点模式哈，就是切换到点模式，你看这个点呢。明显的2个点重叠，这个会对你后面啊渲染什么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
所以你在用 E 挤出的时候，尽量避免右键撤销，要么就 Ctrl Z 多撤几步。好，我们再新建一个立方体 Tab 进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，就是内插。内插就是 I， 也叫向内挤出。你看，你按 I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按着移动鼠标，然后往里面插一个新面出来了。I 就是一个类似于向内挤出的这个动作。如果你右键撤销的话，其实比如你切到点模式，你看它其实也不会造成多余的点，就是右键取消就取消了，跟那个 E 还不太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3个重要的操作，倒角。我们先按2切换到边模式，然后我们选择这条边，然后 Ctrl B 你可以拉出来一个倒角，然后滑动鼠标滚轮，你可以增加细分面。你看这个倒角就是把这个角弄得更加圆滑。好，我们试一下这条边 ，Ctrl B， 它会默认你上一次那个倒角的那个细分的那个面数，但是你如果滑动鼠标滚轮呢，还可以减少这个面数，或者呢，你可以到这边，你点击这个弹出窗口这边的这个段数，也可以增加或者减少你的细分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弹出这个窗口呢，如果你鼠标点到一下空白的地方，它就会消失了，然后你这个外形就被固定了，就不能再更改了啊。好，我们来讲第4个重要的一个操作，就是环切循环切割。按钮是这个啊，或者呢你直接用 Ctrl R 也可以。就像这样，这个例子细分太多了，我把这个删掉，重新来。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啊，然后 Tab Ctrl R， 它会出现一条循环切割线。滑动滚轮可以增加或者减少你的那个循环切割的次数，然后点一下可以确定你多少个数，然后还可以移动，然后再点一下呢就确定它的位置了。好，我们还可以在这边Ctrl R 一下，这样可以移动它的位置，或者说你右键呢，它就会自动默认吸附在最中间的地方，然后再来一刀呢，点一下移动到这个地方，确定，然后它就移动到这个位置了。好，我们就快速过一下这4大操作，等会儿到你建模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用。好，我们 Tab 回到物体模式，把这个删掉。我们新建几个立方体啊，我们来讲一讲。刚才讲的是快捷键，我们来讲讲旁边这些按钮该怎么用。好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，然后 Shift D，把它复制几个。我们选择中间这个立方体，然后 Tab， 然后点一下这个挤出按钮，它会出现一个圆圈和一个黄点。好，我们先2选择一条边，然后移动这个按钮，你会看到它会挤出一个面出来。然后我们3切换到面模式。然后移动这个按钮，它会挤出来一个体出来，所以说跟那个 E 是一样的哈。你按照这个圆圈也是可以，但是它不是按照它这个法线方向，就是它是自由的一个方向，你可以自己切换到 Z， 这个是在 Z 方向上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我们换一个立方体啊 ，Tab 一下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功能。这边有个挤出流行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正常的挤出就 E， 你看它就会挤出一个面出来，然后我们 Ctrl R 在这边给它切几刀。然后这边 Ctrl R 一刀，然后这边 Ctrl R 一刀，然后3切换到面模式，然后我们先选择这个面。好，正常情况下我们 E 往下挤，你挤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这种情况呢，比如按照 G 你可以移动一下，你看这边其实有好几个重复边的，就是这个垂直的边都是重复的，这种其实也是有风险的。那我们挤出流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选择一个面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挤出流行，按这个黄点，你看它就不会有这种重复边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工具。好，这边第3个呢是沿法线挤出，那么我们来建一个球体吧，球体可能会更加直观的能够看到法线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改一下它的细分哈，改到8，然后这边呢也给它改一下8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挪出来啊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随便选择几个面，然后你再用这个挤出沿法线挤出挤一下看看，我们可以把它法线打开，上次讲过的啊。你看这个蓝色的这个方向就是法线方向，然后沿法线挤出，按黄点看，它就是直接按照法线的方向去挤出来的。好，这边还有第4个叫挤出各个面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换个立方体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立方体 Tab 进入那个编辑模式，然后 SZ 把它稍微压扁一点，然后我们 Ctrl R 切2刀，然后右键啊。然后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选择这3个面，正常的挤出啊 ，E， 你看它会挤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面，但是这个面都是连在一起的啊。然后我们再 Shift 选择这3个面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挤出各个面去试一下呢。那拉这个小黄球看一下，它看起来好像一样，但是你看这些面都是分开的，所以它的每个面是单独挤出的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说我选中这3个面，然后 S 把它缩小。其实在我们做手指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子，就是你可以一下子挤出这个手指出来，
这个就是挤出各个面的这个方法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叫挤出到光标，就是你选择一个面之后呢，然后你点到哪里它就挤出来了哪里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控制哈，就是你退出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选择工具可以退出。好，我们切换到2边模式，我们选择一条边，其实也是可以挤出的哈。这样就是挤出到光标，就是你点哪里挤出到哪里。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没有我们那个 Ctrl 加右键好，比如说 Ctrl 加右键，这种可能就更容易控制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挤出的几个工具，然后这下面有个内插，这个内插其实跟我们刚才那个 I 是一样的哈。我们先选择3模式，面模式，然后点击这个圆球，你看它就内插一个面了，所以这个没啥可讲的。然后倒角也是这个样子，倒角就是我们选择2，选择一条边吧，然后拉动这个黄球呢，就会可以增加这个倒角的，你可以再调节这个段数去增加它的细分。好，我们换一条边，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哈，拉动黄球就增加倒角。你可以用鼠标滚轮去增加这个段数。我只是快速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是怎么用。比如说这个切分工具跟我们刚才那个 Ctrl+R 是一样的哈，就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。主要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大家用快捷键去完成这些操作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咱们这个4大建模操作呢，就频率最高的4个呢就讲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那6个频率比较少的，但是也很重要的操作。我们新建几个立方体，然后 Shift+D 复制几个啊。我们点击中间这一个，然后进入 Tab 编辑模式。好，在这个6小里面，我们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合并 M。我们切换到1点模式，我们选择2个点，然后按着 M， 然后它会出来一个菜单，合并到中心。你看，它就到中心这一个点了。然后 Ctrl+Z 撤销，然后合并到游标，它就在游标这边合并了。Ctrl+Z 撤销。然后第3个是 M 合并到塌陷，这个其实也类似于终点，因为你2个顶点嘛，它在取它在这个置信点的这个合并。然后第4个呢 M 是首选点，这个也很好理解，就是你第一个选的这个点，那个末选点呢就是你 Shift 后面选的这个点，这个很好理解。好，我们 Ctrl+Z 撤销一下，然后 M 我们看看最后这个按距离什么意思，就是你点击按距离之后，这边会弹出一个按间距合并，然后你可以增大这个距离，然后当它这2个点在这个距离的范围之内的话，它就会合并。比如说把这个点挪到这边，然后选择这2个点，然后 M 按距离，然后你把这个距离稍微调大一点，比如说调到超过1米，它这俩合并了，对吧？好，就带着大家快速过一遍这些主要的功能，然后后面案例的时候你会更好理解一点。好，我们删掉它，我们讲第6个就是断开功能。好，先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点，然后现在这个点呢是跟3条边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说你没法把它分开。我们按一下 V， 拿出来看看呢，你会发现这个点就已经开始跟这2个面给分开了。就是断开的前提是你这个点是有3条边支持的，这样你才能断开成2个面嘛。你像这个点是2个边，所以说它没法断开。但这边这个点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断开 V， 你看它就分开了。接下来我们讲第7个填充，我们先新建一个圆柱体，把这个面改小一点嘛，改成8吧。好，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3选择上面这个面，把它删掉 X。有的时候会发现这种问题，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按键失灵了。就肯定会有，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，就是你发现你按键失灵，这个肯定跟你输入法有关。我一般是这么解决的话，就是你把鼠标放在这个可以打字的地方，然后切换到中文输入法，然后随便打2个字，然后再把2个字删掉，然后再切换成英文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按键又可以用了。X 删掉这个面啊，然后呢，我们Alt 双击循环选择这一条边，然后快捷键 F， 这个面就被封住了，然后 Ctrl+Z 撤销。还有一种方法，你是在这个面这边有一个那个山格填充，它就会加一些山格，也就是加一些跨分你可以更改这些跨分的这些数量和这些偏移量，因为我们建模的时候尽量4边面会更方便你计算机计算一点。这边特别强调一下，就是山格填充的前提是你的这个边必须是偶数的边。比如说我新建一个柱体，然后把这个边改成7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面给删掉啊。好，奇数边的情况下，我们选择这个一圈的线，然后 F， 那 F 整个这样填充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如果 Ctrl+E 调出面菜单，然后在面菜单里面找到这个山格填充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点一下，你会发现它下面会报错，它告诉你是偶数边，必须要偶数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边呢，我们可以右键把它细分，增加一个边。我们切换到1啊，点模式你看得清楚一点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就会增加一个细分点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整个一圈就是8条边了。我们把它选，然后 Ctrl+E 山格填充，你看这个时候就可以填充了。你可以增加跨分或者说改这些偏移量，这个就没问题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8个工具，切刀工具。
我们先选一个立方体 Tab 进入编辑模式后，按 K 进入切刀工具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随便去点了，它基本上就是切刀划过的地方，它就会切到。主要的问题是切刀工具怎么退出？不好退出，你按这个怎么按？你只要点一下鼠标右键，它就退出了，然后这个立方体就被切成好多个小面了。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K 回到切刀工具。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退出，就是你按一下空格键，它也可以退出。OK， 你看这就退出了嘛。好，我们 Tab 回到物体模式，把这个给删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下一个，也就是第9个功能，就是桥接。我们先把这个圆柱体挪到中间，然后我们新建一个锥体。这个圆柱体是8条边，那我们这个锥体我们也建一个8条边的锥体吧。然后我们选中这个锥体，你可以再点一下鼠标，它就选中里面的这个了。然后G把它到上面来。好，先把这个锥体下面这个面给删掉哈。我们先进入编辑模式 Tab， 然后把这下面一个面给删掉，然后再把这个圆柱体这上面这个面给删掉。桥接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物体你才能够桥接。现在我们这个锥体跟这个圆柱体是2个物体，哪怕你按着 Shift， 2个物体同时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你选择下面这一圈跟上面这一圈，然后你 Ctrl+E 进入这个菜单，然后这边选择桥接循环边，你会发现它会报错。所以你要先把这2个物体合并成一个物体。那怎么合并呢？你可以 Shift 选择这2个物体，然后 Ctrl+J， 你会看到这个场景栏里面它就变成一个物体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你 Tab 进入，你再选择按照 Alt 选择这一圈，再按照 Shift Alt 选择上面这一圈，然后你再 Ctrl+E 桥接循环边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它就缝上了，那它这个桥接就能完全实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学习如何分离。分离怎么弄呢？我们先比如说，我们先 Alt+Z 进入这个透视模式，我们把上面这个锥体选中。好，你按着 G 你挪动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锥体跟下面是连住的嘛。你可以按住 P， 然后分离选中项，你会发现呢这个锥体就被分开了。然后你可以 Tab 进入物体模式，就能移动开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如何分离。比如说我再把这一圈给分离，我们可以切换到面模式，选择这一圈，3面模式，然后 Alt 双击这一圈，然后按住 P。然后分离选中项，然后 Tab 退出编辑模式，你会发现它就分开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咱们的10个建模操作全部讲完了。就是你看似好像10个都会了，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很难去建模，因为你缺乏实战练习嘛，就缺乏案例。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带着大家快速把这10个过一遍，让你有一个心理基础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后面学习的时候不会觉得，这个是没教过，这个你怎么没讲过，就是比较 frustrated。就是你学习的时候，你的任务难度比你现在的水平高个10%左右，这种是最容易进入心流的，也是你体验感最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Cut tips.